我们的园子原本是一片农田，一棵树都没有。位于成都附近有30亩地。我父亲从98年开始种这片树林，做苗木生意。5、6年后，吸引了成群的白鹭来这里繁衍栖息。爸爸很舍不得破坏这片栖息地，再也没有卖过一棵树。2017年，我们在树林里盖了一栋房子。我们家之前是住在市里的，别人知道这里有鹭鸟，晚上就来偷猎。有时候爸爸预感到有人来打鸟，半夜3更爬起来查看树林。所以房子建好之后，我们就索性搬进来。林子里有块自家的地，就在这里按照古建筑的制法，花了2年的时间，亲手一砖一瓦把它们修建起来。面积有400平方米，一栋是木结构，抬高了3个台阶，防止潮湿。门窗是清代的，雕工很精细。爸爸在彭州见到了民国革命家李一芒的故居，正在被拆迁。100多年的历史的青砖雕花木窗被弃置在一边，他觉得很可惜，就收下来了。主要的木料是明代的老柏木。木匠师傅说，做了这么多年的古建筑，没见过整栋房子用老柏木做。一栋是青砖房，主要是厨房和连通到木头阁楼的走廊。在这里主要是保护鸟，鹭鸟每年春天飞来繁殖喂养小鸟，秋天离开，有些老弱病残的会继续留下来栖息。园子里面主要是白鹭、池鹭、牛背鹭、夜鹭，将近上万只，可能成都平原都没有超过这里的栖息环境了。到了耕种的时间，村民会打农药，鹭鸟吃了含农药的食物就会死去，我们就买鱼放到池子里给它们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就让它们自然的生长。30亩的园子没有刻意的设计，主要是用废弃别人不要的材料。城墙的材料是来源于广汉洛城古城墙，08年古城墙垮掉之后做了修复，多余的青砖父亲就收回来。古廊桥的桥面是父亲从前开货车的后备箱。园子里养了上千盆盆栽，我们不觉得它是景观，它们都是古老的生命。最古老的一棵有1500多年，最年轻的也有100多年，很多都是别人筛选后不要的，爸爸就拿回来救活。因为园子很大，我们也没有雇佣其他的人，每天早晨起来扫地就要扫2到3个小时。我们园子里有一条河，爸爸基本上每隔1周都会捡一次垃圾，穿着他那件20块钱的战袍，然后一双布鞋下那个河就去捡。园子完全没有带来钱方面的收益，全靠爸爸另外做生意来养活。爸爸开玩笑说，他穷的只剩下这些垃圾了。我之前在北京，然后那时候和我爸爸的妈妈之间的关系其实很不好。回到家里，到这片林子，慢慢去真正的去融入他们，我也发现对大自然的喜爱，可能就是人的一种本性。